这是观点之一。哎，还有一个观点呢，是这个阵容是我们目前来说。大家公认的最强战队 AG 超人会选出来的巅峰对决是，这个比较关键，这个理由比较重要。我觉得这2个点比较重要。我觉得这个分析非常的合理啊。不过奶茶教练这个阵容，你家巅峰对决能拿8个英雄上台了？不是，就是虽然第一个阵容就上面这个移上来的，但就是刚刚 Cat 的那套了。就是上面这个阵容的话，就确实是。应该有几个月的强势期了，已经。你这个中上还带滑步的，那再滑下去。大家其实是已经尝试过很多阵容去对抗这个阵容了。对。只有微博成功了。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为什么会挂空空尔跟大师命这些英雄上来啊？我觉得就有时候啊，确实上台的时候选手是想掏自己的自信英雄。你觉得下面的3个是他们的自信英雄？这个阵容打父子不是没得打。所以你如果把中上滑下去，就是你认为他们可能会就像快手有一些变打我们的时候用盾箱，可能是他们自信。对，你自信的时候就说不上阵容好不好打。但是你也说了嘛，这种我们说的这个标准答案，只有微博现在是做到了。对，也只有他们打出效果来了。对啊，那对于狼队来说，你个人会更加倾向于是哪一种有吗？其实你还得想想 SK 会不会稳。结合一下教练的风格，因为像 Cat 刚刚的这个理由非常的充分。其实，因为我没怎么跟宋记者打过巅峰对决，就 CD 的话，我是知道他一定要赌我阵容的，他是一定不会出常规牌的，就我跟 CD 打的经验是这样的。然后宋记者的话，宋记者，我个人感觉他的性格应该是偏稳定的概率更大的，就父子。那我们就共同期待了这场巅峰对决，究竟谁可以拿下最终的胜利？把时间交给解说席。进入巅峰对决，我们非常期待2支队伍在这次巅峰对决的阵容选择究竟会是如何？到底会不会如奶茶教练所言 ，SK 是一个保守派的选择呢？先看对抗路，曹操打曹操，目前一样，熟悉的感觉。主要就是看打野位了。圆坦打圆坦，还是一样。是的。有没有可能？沈梦溪打沈梦溪，3个位置完全一样。那最后射手位置，奶茶教练要说对了吗？射手位置会是最后的评定。狄仁杰，鲁班7号和狄仁杰。狄仁杰，我觉得没有人能猜得到。是的，狄仁杰这个点很难想到吧？巅峰对决啊，游走位置盾山，父子打狄仁杰加盾山，其实就是一个盾槽的组合，没错。然后去切鲁班7号，然后狄仁杰能自保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 SK 还是大胆的在破局，破除版本最强的这套。佛山第2季，他们自从今年的夏季赛打完那场巅峰对决之后的话，他们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一如既往，没有任何的变化。而重庆狼队今年来到这个版本的第1场巅峰对决，他们选择出的是盾槽，下路放盗仔狄仁杰。我们也很期待这样的2套阵容，它交火之下究竟会打出什么样的效果？尤其是在最后这一小局当中，他们打出了如此戏剧性、如此具有反差的前后期的比赛。现在第2局能不能够调整好状态去迎接这一场巅峰对决？重庆狼队能不能够乘胜追击去迎接这场巅峰对决？但这就是巅峰对决的魅力，一局定生死，抛出一声响亮的质问：如果今天晚上一定要有一个队伍赢，一定要有一个队伍拿到这200万，走进接下来的败者组决赛，哪个队伍能够获胜？谁能够在今晚笑着走下舞台？最后，让我们大声的呼喊出你们支持的队伍是谁！进入巅峰对决，蓝色方佛山第2季，红色方重庆狼队，全军出击！
双方开局都有设计。第二支的换线，狼队的边开。这样一来，双方的曹操其实都挺难受的。是的，资源都是被射手给拿到了。这把道仔带的是暴击铭文啊，暴击攻速，不知道他的出装还是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套法球流了。这波上路资源看起来应该是要给掉的，直接盾槽合体，好猛，很猛。其实感觉狼队这套阵容的选择，他挂了一个感觉与其他9个英雄格格不入的狄仁杰，但是他就是因为狄仁杰的出现，会导致这一把盾山可以放心大胆的跟着曹操一起打进攻，这也是狼队前面他们打得非常好的一种战术。我觉得狼队的变阵也是对于道仔的信任，因为他目前的场均死亡证明了他可以一个人扛住很大的压力，包括可以让医生的开团发挥到极致。是的，但九库就不行了，九库他有顾虑，他有自己的儿子要照顾。但是第二这套阵容是他们已经在今年打了很多次的阵容了，前期还是以稳定发育为主。确实是如 Cat 所说嘛，第二季以不变应万变。双方都是前期以稳为主。是的。哦，直接开，但曹操升4了。闪杯正好升4，开大往后撤。我觉得当时医生开的时候是看到花园差一点升4。是的。但是他开完之后，这个曹操就立马升4级了，要不然是有机会的。医生真的很喜欢去抓这种临界值，对，就是你差点升4，或者说我自己玩张良，我刚升4就打你一个信息差、时间差。本局的关键选手梦蓝、道仔，给到了都有着5杀的发育路选手，但都缺一个自己的冠军。上半图其实现在花园他会打得比较难受，因为他很担心说对面这个医生直接上来。其实现在九库也有抓人能力了，因为现在这个阶段就是4级鲁班大师可以出来找节奏了，不一定要绑着鲁班7号跟狄仁杰对线，没结果。但是狄仁杰是可以完全放的，但是鲁班7号的话还是得小帮一下。所以刚才看到了小地图上梦蓝，其实在队友没有往这半途靠的情况之下，他缩在了亚塔之间。就第二这套阵容，他们还是要围着梦蓝去打的，一定没问题。全场最大的河，没错，梦蓝。上半图过来做支援，花园因为没有闪现，他只能先往后撤。空间之灵，狼队可以拿到。马上要到4分钟了，这波是一定会碰撞的。砸一下，这手消化还不错。早点先把大招给用了，短时间内没大招，但子焕的神梦系是有个大招的，而且背回来，但这个大招也炸空了。互相卡位置，还要追黄牌接上，再追一下，伤害量好像够啊，丝血，但是被曹操拿到了第一滴血，回头再反砍花园，只有一个单曹操，完全卡不过对手。这波让樱花拿了个一血，而且小胖还有后续啊，小胖有点想进红，子桓过来做支援，顶不进去了。4分钟的龙，狼队应该可以拿。说实话，现在这个阶段，狄仁杰打团帮队伍去秒前排会比鲁班7号更快，因为他这张黄牌，对，减50%的抗性。这波主要鲁班大师先开之后没人能跟，并且你是点完链子过来的，被我看到了，没有人能救防破了。这就是一些细节之差。看到了台下47很激动，但 SK 还是表情严肃。因为上一局2支队伍非常清楚，这种时候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能松懈。而且这种阵容其实就是一波团的事儿。对，第二季的阵容强度非常高，即便是落后个2、3千经济也是能打回来的。没错，现在狼队是有一个1000的经济领先。
这波应该做一波换打节奏。两边互换半途，第二局推下塔，狼队推上塔。但这种阵容有个差异，就是沈梦溪的威胁程度不一样。右边有盾山，盾山的盾可以保证一个 C 位不会被沈梦溪给炸残，但左边的鲁班7号一旦被沈梦溪在打团前消耗到了，就很难受。而且你看那个沈梦溪加上盾山消耗能力也还不错。九库想开，但是被子焕闪现拉开了。是的，大招换闪。现在的对经济差主要在中路和对抗路上，这个位置花园很难受。沈梦溪呢？很多人过来，但沈梦溪这个位置自己位置没闪，得先往后拉扯一下。花园这边交了闪电链子。子焕2技能过来之后，其实他就只能补伤害，没有办法给控制了。对，是的。他往上踩，曹操有机会反打。我们来看一下这局巅峰对决，双方阵容预测。狼队这边目前看好的人多一点，但是差不多。非常军事的一次预测。没错。看这把经济差基本上都差在中单身上，中单差了1000块。对，但是射手领先600。DRG 必须要清除资源给梦蓝，但是狼队就不一样了。狄仁杰这边给他一个红 buff， 其他的资源其实大家一起吃是没关系的。我感觉狼队最重要的人是樱花，是因为这个盾山拿出来打团是跟他搭。他这把目前通过自己的带线，整体的经济量也是会更高的，对比起花园。有一个一血的助力。这把盾山还能修塔。第二季其实不太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的开团点是相对比较单一的，鲁班纳是一旦开不好就会被对面反打。但是你看那边的曹操带的很舒服，但是花园他们被抓掉闪之后，他就不太敢带，说实话。是的。这里又接了一波 combo， 要往下转了，因为下路的龙先到2塔，感觉可以卡野区，曹操要传下去，感觉是想打他的，有点想打集火的意思。但是第二季的队友也支援了过来。还是在相互拉扯，拉扯的过程当中，小胖直接借着兵线把小岛2塔给推掉了。沈梦溪这个大招其实早点给的挺不错的，但是医生有救赎。樱花的位置还不错，早点过去盯了一下。最终这波红 buff 是被 DRG 守下来了。感觉两边这把就是要拼10分钟龙团。那这样一来，轮到 DRG 的回合了，你的红 buff 要刷了。是的。但是他下路线不好，而且他们这套阵容一旦挤进去了，你有个鲁班7号在的话，你出来不好说。是的。这把樱花的经济还是1号位，遥遥领先啊！6200的曹操，马上要刷暴君了。这条龙狼队也是要控的，目前刷的2条龙他们都拿到了，这是第3条。现在对抗路曹操的对位经济上面差了600块，但 DRG 不想放过这波龙。其实不太好挤，他们还是要等鲁班7号有3件套。就是他们的消耗频率没有来的盾山加上一个这个狄仁杰那么高。对，来自辅助位的优势。是的，小胖拿到龙。DRG 是想借助链子让婉婉的圆坦进去抢一下，但距离不够。到了最关键的2波线了，这波线完了之后还会有一波。目前来看，狼队是要提前把上线做优的，但如果曹操这个时候传下去，其实还有下一波线呢。是的，这波应该是狼队直接带近点的，毕竟上路有1塔，可以不用去。就上1塔我可以放给你。是的，我现在提前来暗影暴君处做布局。但是这波你有红要守，你也带不了线。这样在僵持之下，樱花可以提前过一波下线。然后中线的话，两边应该是一个差不多都能清掉。对抗路是一个军事线，10分钟的视野口子位置是狼队先站好。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主要的位置经济啊，梦蓝差100块就做出破晓，很快了，稍微拖一下就有破晓了。没错。然后那边樱花已经遥遥领先7800，3件套早早的就在手上了。所以第二季现在它难处就在于它的视野不太好挤。所以我感觉打团第2季得盯好曹操。对的，但同时也要注意这个盾山。龙已经半血了，哎，这波拉脱了。拉脱，
狼队是想找机会开，那这样的话就能等到破晓了。两个曹操相遇了，曹操打曹操，樱花互打，但是樱花开了大招，他有经济上面的一个优势，花园后快开签。因为樱花的曹操是12级，有3级大招，刚刚花园是11级，再加上有经济领先，两边曹操都没有大招，曹操大招还蛮快的，拖一下就好。先拖，都不急着动龙，谁都知道很有可能这个团战将会成为定胜负的关键、啊。就看消耗了，谁消耗的好，谁就有主动权。消耗上面的话，狼队现在消耗的频率会更高一点。要动龙，第二季知道狼队在动龙，给到压力。但第二季不会放的，梦蓝都要打没了。这个雷先打婉婉状态，黄牌命中了，点2下半血，婉婉先往后撤。那正面的话，狼队真的要 run 龙了。是的，你打野状态不好，真的要打了1万血，侧面先去找到梦兰那个位置，梦兰交了一手闪现，但是樱花对曹进了进去，直接把梦兰给秒掉了。那边拿到了龙，而且倒在一个人追着点，先点死了早点，再打退了婉婉，还想再留一个，找到花园。一个狄仁杰打着曹操，什么机过来2给砍一下，然后同时的话，一生里面盾山也过来做掩护。花园还是很沉稳，没有交闪。我们先看一下下路这个高地可能要不保了，下路兵线马上要赶过来，这高地只能放，有点想打终结的意思啊。梦兰还有5秒才复活，下路是有兵线的，一个盾山卡在前面，卡住所有人，然后同时他此番又盯住了花园小金线的一个意识，但是同时拖到了队友复活这个兵线，还是被第二只清掉了。想一波太早了，对面还活着这么多人。是的，其实刚刚不知道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乌龙，因为当时鲁班7号在山豪的这个位置，他是有一个链子可以点到塔下的，但当时鲁班大师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大招挂到了那个他已经拉到盾槽身上，然后他梦兰点链子一瞬间，然后鲁班大师大招2段生效，把那个盾槽也带过来了。是的，这导致了这个链子好像跟没点一样。我们来看一下，看龙的血量低了之后，樱花直接去找梦兰。这波主要，然后这个时候你看站太近，9库交大招去拉，然后同时梦兰点链子。如果他不点的话，也是被狄仁杰点死了，就是感觉死局。对，是的，其实挺难受的。现在整体的经济差，狼队领先了4000，第二局的阵容开始变得越来越被动。但是刚刚通过这个教练席的镜头 ，SK 那边没有任何的这种喜悦的表情。还是那句话，不到最后一刻都不能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还没有到尘埃落定的时候。同时上对于 DRG 来说，也还没有到最后。看到道仔目前他的黄牌命中率6发5中，就是这么一个与其他9个英雄有点显得在巅峰对决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的英雄，反而他的作用在前中期还非常大。他那张黄牌，他直接削弱了婉婉的坦度，婉婉根本站不出去。然后同时的话，配上盾山，他的输出频率也很高。再加上他其实是让游走位有更多的时间去帮助对抗路加强进攻端，他自己可以自保。对的，6000经济领先，控3线。控3线，沈梦溪直接打状态，婉婉又残了。第二局现在相当被动。鲁班大师2技能真空期你就守不了，先拉一波仇恨，然后把中路的这个龙兵给清掉，上路的塔保住。狼队也不急，上路还有大龙兵，这波应该还要继续压一波。暗影之影在上路，而且狼队的状态保持得很好。这个时候狼队就可以只消耗，不用着急开。是的。这时候9库就挺难受了。他不找机会开，一点一点被蚕食；他找机会开，容易一波崩。是的，正面的消耗有点顶不住啊，婉婉的状态被下到了一个半血，3高全破，再破，而且给到了十足的威慑力。狼队求我要回去拿一条暗影暴君，不打了。其实看到梦兰，他整体的经济是一点都没有掉的。他的对位是领先，但是梦兰现在这把难的是他没有环境。是的，没有输出环境。对，狄仁杰反而都可以做魔女，防猫的雷。但是刀仔，你看他这个狄仁杰不降，再加个魔女的话，双防装。是的，梦兰就没有那么多位置给他出双防装了。而且在对抗路的对位经济上面，樱花这边也是领先了相当多的。刀仔一个人先 run 龙，因为外面的视野对于狼队来说是相当干净的。哎，医生他刚刚和2塔融合了。对。哦，
他这个点还敢这么玩啊！当时他的队友离他108000里啊，是，他真的不怕 DRG 这守他。波应该是想打一波三线过来了，闪杯，直接想要闪杯，但是反应很快，DRG第一时间给躲开了。同样进行合体和倒载的狄仁杰，慢慢的点，子桓又在旁边铺伤害，就是想送线进去，没线了，没线了，但是被清掉。是的，还要等下一波。DRG 的这2波防守其实做的都非常好，主要是医生这波闪杯没有起到效果。嗯，这样就还能打。再来一波，中上都有线。一波。哇！率先动手，樱花这个打残了花园的状态，打到半血，中路的线有人能卡吗？小胖直接大招卡了进去，然后看一下樱花带侧面又定住了婉婉，想要去清线上路的兵线能不能够顶住？开了一个反甲，这边直接被有点顶不住掉了。上路还有兵线，樱花带切，婉婉倒了。医生这边的话，直接一技能背了一下，保了一下自己，给了一段位移往后撤，但是 DRG 又守下来了。但 DRG 要面对3打5了，狼队肯定不会放过这一波机会的。狼队在补状态，他们再等一波大招就好了。在补状态，一波5打3肯定是强势去一波的。他们不想再拖了，不想夜长梦多了。正面先兵线进来，直接草草秒掉梦兰，秒掉了梦兰。3线全菜点掉水晶，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复仇成功，晋级败者组决赛。